色彩的追求呢，是會不停拓展下去，我們也難保現在的用色價值過個幾年會不會又忽然間翻盤，又變成另一種類型，是有可能的。好，阿捷的这個色彩呢，很多地方的上色跟整個物件立體完整度都蠻不錯的。那你想要更上層樓，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先講色彩，色彩部分的話呢，你的用色明暗变化有一點單調，你會覺得不就是把顏色越畫越深而已嗎？那是以前的技巧，以前專業的日系繪師多久以前呢？20年前最少15年15年前的日系畫這樣是可以的，色彩這樣是可以的現在是不可以的，現在要更好。現在的那個用色，除了基本的明暗固有色变化之外，你還要再加上远近变化，一顆頭都有远近变化，而且這種技巧還會再更進一步的普及到很多地方的明暗變色。那這種顏色呢，会被網友們可能用一句常色帶過，沒有那麼簡單常色是一種跟很多的那種远近效果看起來好像非常類似，就只是說那塊地方本來應該变暗之後是應該是藍色，暗的藍色，暗的紅色，忽然間变成別的顏色。那我們記住一個名詞叫做常色，就好像這就吻合了。實際上顏色換掉可能是基於很多的用色邏輯，常色只是一種邏輯，大氣遠近反光等等的綜合起來的這些物理效果啦，或者是我們在色彩的視覺邏輯效果，不管你怎麼套，現在的顏色運用都更加的豐富多元，但是它又不是在那種我最早在學路派繪師畫法那種高級灰，又不太像那種東西所以畫技呢是會更新迭代的。那色彩的追求呢，是会不停拓展下去，我們也難保现在的用色價值過個幾年會不會又忽然間翻盤，又變成另一種類型，是有可能的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色彩的運用價值是要會用高級灰的，因為那個時候日系不像現在取得一個幾乎碾壓式的一個市占率當時的路派畫法，寫實風寫實路派畫法是在亞洲有很強的影響力。那時候高級灰很常被講到高級灰講用這個用字這個我覺得也是一種很裝的一種用法就是用高低彩度去變化，形成視覺錯位然後讓顏色有一種想象中的豐富。好，那段時間呢，我們都会覺得要鍛鍊很多多元的用色技巧可是沒多久呢寫實那種真人風格的那個路派開始式微，因為市場不買單嘛開始往下走之後固有色畫法顏色就是基本明暗的畫法，忽然間就整個又抬頭那個時候也幾乎你只要會固有色畫法就好。那固有色畫法聽起來好像簡單，但它需要的技術核心實力是要非常扎實的。你要講例子，看原神，看米哈游的都是固有色畫法而已它顏色沒有很複雜變化，但是也不要以為複雜變化就一定厲害，有時候呢扎扎實實的固有色搭配就是最核心的技巧那我现在講的這種就是做遠近層次處理呢，是建立在固有色畫法的基礎上，固有色要夠厲害，你處理遠近的這個邏輯，你才有空出這個腦力去判斷遠近顏色變化所以這些技術都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它有可能會忽然間在某個時代的浪潮推動下忽然間轉方向這個沒有人能預估那所以現在以阿捷這個圖來講的話，你現在要鍛鍊在顏色上要有更豐富的處理能力，整個畫面顏色僵化的地方非常多，顏色畫的相對比較好的是皮膚，皮膚以外的顏色都用的蠻單調的但是也不用太擔心就是你先有一個這樣的念頭，然後往下練，先讓自己能夠再刻畫的更細，用你目前的用色邏輯沒有關係，刻畫的更細，像布料皺褶裡面還能夠再加出更細的小的轉折變化。好，那加這個幹嘛？剛剛講不講顏色嗎？好，那重點是我剛用藍線勾的这些地方是這種皺褶凹陷處，那就要畫暗，對不对？畫暗你是不是只有一種顏色可以畫？如果你只有一种颜色可以画，那你能畫的地方就你的对这些立体变化的探索就很有限。但是当你能夠把這些立體也同步的升級上去的時候呢，你就發現說單只是一個顏色這樣畫上去效果是不夠的，你就開始用一些低彩去處理，那顏色變化就開始變多。所以有些時候一些細節能力的表現，畫技你說科系不科系的，有些時候你不科系不練科系，很多技術你還真的永遠練不到。
所以概略式畫法是高手才可以講概略式畫法，新手不要講新手啊，就是說你們還在練功的階段都要科系，很多東西不科系就練不到，所以你可以在要求自己在鍛鍊的，在色彩上在科系，顏色先用這個目前的邏輯沒有關係，然後到一個程度之後呢，你會有機會看懂這個東西怎麼用，像這個你會知道這個要怎麼用，然後你會有辦法把它畫到應該是正常明暗的地方，但是這個需要畫技一些其他技術的堆疊，到時候你領悟的才會快。那另外一個除了色彩之外，另外一個那當然就是由畫面的結構面上來優化。首先我先講角色動作呢，算中規中矩，中規中矩的東西在現在是不夠用的，一樣在以往10幾年前日系可以這樣子就行了，但現在一定不行，因為現在這樣中規中矩的東西太多了。那所以呢，我們要想要讓角色的那個張力再大一點，就像我現在改的這樣，來看得懂嗎？這個動作的技術核心，動作的那個特徵跟你是一模一樣的，對吧？如果我們用口述來講一下這個動作，來，這個彩稿的動作跟我改完了的動作用講的，用文字講，用字是一樣的。一個漂亮的女角，有貓耳、單馬尾，然後穿着比基尼外套，然後在海灘邊手舉起來遮着太陽之類的，講起來都一樣，對嗎？那但畫起來會不一樣。那這邊畫起來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讓身體真的動起來。你目前畫的是比較工整的半側面，如果這個動作要動，首先抬手，這個肩膀我也會跟着讓它抬起來，看紅線好了，抬起來，然後立面的肩膀的抬起來要抬得更完整，鎖骨要跟着被調動。好，那乳房形狀高低就要變。好，再來這个動作呢，完全像這樣，不轉體就太可惜了。好，這邊把它轉薄，轉成偏側，轉起來，那這樣動作會更加漂亮，對不對？好，看一下我紅線改了這個感覺，好，對吧？是講出來是同一個動作，但畫面上是兩個東西。好，狼耳，好，品一品。所以這個動作價值呢，就是讓肩膀更明顯一點。然後原本你畫的這個肩膀呢，也要合理的表現它。然後因為你這個是外套，外套在這邊呢又不是完全說退下來的。這個動作手一起來，這個退下來，這個領口就會蓋上來，所以呢要蓋到這邊來。好，所以這邊都是衣服。好，然後呢，阿杰接下來呢要去感受輪廓的魅力。這個外套呢完全可以畫成這種稍微寬版的，因為這樣輪廓的起伏會比較大。你看，你像這個手臂在這邊，手掌在這邊。然後這個外套呢，寬窄沒什麼變。那比較差異比較大的兩個表現方式，一個是完全貼身，一定理解，這是一種視覺魅力。另外一個呢是輪廓落差很大的。那我們就在這當中找到平衡點，哪一個視覺效果跟這個角色要的故事情節最搭嘛，對不對？好，那我覺得你這個外套畫寬一點比較好，有看到嗎？寬一點。而且我看你這個皺褶，你也是應該不排斥把這個外套畫寬一點的。好，那我們就往寬的方向畫。這外套要是寬大一點的好處是你身材會顯得更苗條，這有差，知道嗎？好，有些服裝的搭配方式是貼身，顯得身材很好；有些反而是落差很大，很寬的外套跟一個細腿，然後它也是窈窕，這是對比。對，你們看窈窕看的比較多嘛，是不是？然後你們畫來的，我現在一律都猜是二創。好。過往我會講你這原創二創沒有，以後就不問了。二創對不對？想拿畫誰啊之類的，但這樣會很沒禮貌，好像我原創半天呢，沒有辦法，因為我還是直接猜你們是畫二創比較直接的哈。好，然後呢這邊有一個不知道那個阿姐有沒有辦法觀察出來？好，這邊有一個抬腿提臀的動作，你這只是腿微微往前擺，這不夠，你要到腿抬到這個橫切起變化，直接有翻起來的感覺。好，那在這個地方，好，這個地方的變化，我把這邊褲頭的地方，肚子這邊呢降低，好，然後到腰這邊提快一點，然後這邊的線條是有一點臀部線條往內壓，所以這個臀部會抬得比你的還高。好，那你覺得屁股是拿來幹什麼的？拿來翹的，跟小指的作用一樣。我們畫圖，小指跟屁股都是拿來翹的，翹起來的。好，這樣講沒問題。好。也是拿來檢查的。好，那樣動作張力就會比較大，對不對？好，那我幫你改了不少地方。其實臉是幾乎沒人改，臉的話我把眼睛調小一個尺寸而已。你看臉調小一點點，然後你鼻子位置是對的哦，真是
蠻少見的哈，就在日系風格來改圖的很多鼻子都會錯哦，那你鼻子是對的，這個不錯哈。頭髮髮片豐富變化呢，有一點點死板，就是你大片的好像不太有哈，你都會下意識的切的再碎一點點，可能像這樣再切細一點哈，但是還知道剎車。不知道剎車的就一片一片剁成麵條，你還沒有那樣。那但是你已經要開始讓你的髮片大片的跟小片的要能夠交叉出現了。如果沒有這種變化，你的頭髮造型就非常單一。看這邊其實就知道，有看到嗎？每一塊都差不多寬，是不是？當然不能這樣啊。你就要讓它有豐富变化，所以呢有些要讓得遠一點。然後呢，再來是肩頸這邊我有改，你看得懂對不對？好，這個肩膀我們主動畫起來接回鎖骨。好，然後這邊有卡對不对？好，這邊的畫法是這個肩膀硬畫，接下來再來填補後面的斜方肌，畫法是這樣。好，當你沒有先硬畫這個肩膀，接下來的話，你後面就難收拾。好，當然有可能你卡在服裝什麼的各種因素啦，讓你這個肩膀可能施展不開都有可能，對不对？好。然後身體的話，我是讓它抬手，胸部挺起來，跟着再扭起來，所以動作就会变大很多嘛。好，然後你这種就是拿來幹嘛的？飄起來的嘛。好，你有機會就讓它飄一下，是不是？好，然後再看一下這外套，這也要飄啊。好，然後屁股再翹一下，是不是？好，那你原本這個色彩放在這個構圖內，我覺得視覺會上2個檔次。好，應該是2檔哈。那顏色部分呢？你逼自己盡量的再刻細下去，刻細下去，其實你要說那有什麼可以刻的，我用口述簡單的講，來這個地方能不能有布料皺褶，拉扯的布料皺褶可以吧？好，不能只會一個漸層過去吧？好，那再來這個帶子是我就會加上小皺褶，對吧？好，然後這褲子也是啊，你畫的是大方向正確的，沒錯。但這皺褶缺乏更細緻的變化，剛剛我就畫了一點嘛，強迫自己把這畫出來，然後再來呢，這個褲管這邊有一層，是我在這邊我會做輪廓上的階梯變化，我會把它隔斷，然後這個變化呢也不能只是一塊塊顏色這樣畫，當中到底誰高一點誰低一點，這個要明確逼自己把它表現出來，這個就是刻細，那你刻細能力練下去之後呢，很多色彩的多層次遠近、豐富變化的理解，你才發揮得出來。不然的話呢，聽可能聽得懂，但是現在用不上。好，所以這是給阿杰的建議。我還是比較傾向你在那個畫面構圖部分再加強一下。好，那顏色照目前這個順序，照目前的畫法，好，然後看能不能刻得更細。好。